作为高铁上的国家，中国在高铁上的投入远超任何国家。有人提议，中国应该把造高铁的钱省下来去造航母，这种说法有道理吗？中国需要多少艘航母才够用呢？我们知道，交通基建往往可以作为一个国家的名片，比如美国拥有极其发达的汽车产业以及高速公路网，因此被称为汽车轮子上的国家。而近年来，东方的基建大国中国也逐渐被外界称为高铁上的国家。正是由于中国在高铁产业上极其发达，在不久前，中国交通部宣布，中国高铁里程突破4万公里，占到全球高铁总里程的70%以上。不过近年来，美国在军费上的持续高投入，以及在基建项目上的后继无力，也被不少人所诟病。不过有分析认为，美国作为世界霸主，主要依靠的是军事力量，因此军费投入才是核心，必要时牺牲基建投入也是正常的。所以说，美国霸权地位实际上是建立在11艘航空母舰上的。反观中国被称为基建狂魔，就可以看出中国在基建领域投入的力度了。而中国的军事力量发展也很迅速，不过在所有军种中，解放军与美军差距最大的依旧还是海军，主要就是因为解放军航母的数量远低于美军。于是就有人提议，中国可以把造高铁的钱省下来造航母。不过这种说法真的可行吗？造航母我们都知道并不便宜，像美国最新服役的福特号航母，其造价高达130亿美元，也就是800多亿人民币。而中国造船的性价比虽然比美国高不少，但航母同样的吞金巨兽。有人曾言，一艘航母的造价差不多为每吨50万元，中国建造6万吨的山东号造价差不多为300亿人民币。而正在造船厂建造的8万吨电磁弹射航母003号，其造价肯定不低于400亿元。造一艘航母需要几百亿，毫无疑问，航母是相当贵的，也不是一般国家能承受的。但是和高铁的造价比起来，航母的价格就不算什么了。像1300公里的京沪高铁投资为2200亿人民币，差不多1公里高铁成本为1.7亿人民币。而光这条铁路就足够再造5艘8万吨航母了。目前全国有4万公里的高铁，造价达到6.8万亿。这笔钱拿来造航母的话，可以建造170艘003航母那样的8万吨巨型航母。但是现在中国只有2艘已经服役的航母与1艘即将服役的航母，满打满算也就3艘。既然美国用11艘航母称霸全球，那么为啥中国不把造高铁的钱省下来，扩充个几十艘的航空母舰呢？有人表示，中国花了大价钱造高铁，但是中国的高铁公司基本都是处于亏本的状态，似乎中国在高铁的建造上步子迈太大，还不如少造高铁多造航母。这样的说法又是否有道理呢？当然，强行把造高铁的投入与造航母的投入进行比较，肯定是不科学的。航母属于国防产业，尤其是不外售的情况下，起着维护国家主权的作用。航母虽然不会产生直接收益，却在保护国家安全与提升话语权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。而高铁属于投资产业，中国将经济增长的3驾马车定义为消费、投资、出口。高铁固然需要高投入，但也能够带来经济增长。高铁的直接作用就是带起沿线经济活力，属于有经济增益的产业。高铁带来的收益并不仅仅是运费，更多的就是带动沿线产业，而这其中创造的价值高于高铁本身的投入，这也是各地都积极投入高铁建造的一个根本原因。如今中国的做法也得到了不少国家的效仿，甚至一些国家会邀请中国去修高铁。如果说修高铁只会亏，那么其他国家又为何要纷纷跟上呢？所以说，并不是高铁造多了就没钱造航母，而正是因为高铁造多了，才有钱造航母。当然，没人会觉得自己国家的航母数量多。既然美国有11艘航母，而美国又把中国视为最大的对手，那么为何中国不加紧效率造航母，赶上美国呢？中国造船业的实力毋庸置疑，近年来海军下饺子也是我们肉眼可见的。不过在造航母这件事上，中国则没有显得很着急。中国的第1艘航母辽宁号是90年代从乌克兰购买的一艘半成品航母，2012年才正式服役。而中国的首艘国产航母山东号于2019年底服役，这艘航母的设计参考的便是辽宁号。
今年极有可能下水的003航母则和前2艘航母完全不同。003航母采用直通甲板设计，并带有电磁弹射器，基本摆脱了苏式航母的样式，朝着美式航母设计迈进。不过003航母并非美国现役航母那样采用核动力装置，依旧是常规动力。这使得003航母成为独树一帜的航空母舰，同时也体现出中国在造航母上采取的是小步快跑战略。中国造航母本质上并不是与美国竞争，而是配合中国海军的战略。目前中国海军依旧是执行第一岛链内的区域拒止的存在，因此依旧属于近海海军，而美国海军属于为美国开辟全球战略的存在。二者执行任务不同，中国也不需要更多的航母，只要够用就行。当然，随着中国开始打造远洋海军，的确需要考虑部署航母来执行远洋任务。但是中国并不是靠军事霸权来维系地位的国家，不会像美国那样动不动就将数艘航空母舰摆在其他国家家门口。因此，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，即使中国不缺造航母的资金与技术，恐怕也不会造比美国还多的航空母舰。另外，美国能维持11艘航母，很大原因是美国拥有众多海外军事基地。这些航母可以外派出去驻扎，但中国缺少海外军事基地，只能集中在本国的海港，而海港受到自然条件影响是有限的，航母需要优质的深水港口，同样占据着很多的资源，而且航母过于集中的话，目标太大，危险性也很大。像美国航母都基本是分散执行任务，就航母本身而言，也不是建造越多越好，而是要基于多方面考虑的，比如为航母配备海军基地、舰船、舰载机与人员等，都是不小的开支。就光航母上的人员而言，一艘航母可容纳2000人以上，这些人员都是军队中的精锐，需要专门进行特招，一下子缺口那么大，那么对于整个中国的军事院校是很大的压力，甚至会导致中国的教育与就业环境都要影响。因此，有军事专家坦言，中国要满足当前的战略需要，在2050年之前建造6艘就够用了。当前中国即将拥有3艘航母，以中国的造船效率，未来20多年建造3艘航母不是问题，因此没有必要牺牲其他行业来急速扩张航母。综上所述，说中国应该把造高铁的钱拿去造航母，很显然是不了解中国的国情。对于中国而言，高铁要造，航母也要造，但一定是根据实际需要来。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，同时也是高速增长的经济体，发展始终是第一要务。高铁对于中国来说是发展的良药。相比之下，航母作为战略威慑的存在够用就行，这对于一个正在积极发展的国家来说才是良好的心态。